弹一下手指，门就开了。里面的世界大到没有尽头。善财走了进去，从此再也不一样。那时，善财童子恭敬地绕着弥勒菩萨走了一圈，然后请求道：大圣啊，请开启楼阁的门，让我得以进入。弥勒菩萨走向楼阁，弹了一下手指，门便应声而开，命善财进去。善财心中欢喜，进去之后门又自行关闭。善财见到这座楼阁广大无边，有如虚空一般，里头以无数珍宝铺地，有无数宫殿、门廊、窗户与道路，全都是七宝所造。四处垂挂着无数幡幢与华盖，香炉冉冉飘烟，金粉如雨飘洒。众鸟发出悦耳的鸣叫，各色宝莲竞相开放，摩尼宝珠放射大光明。楼阁之中又有无数小楼阁，各自独立，互不障碍。善财童子见到这般不可思议的境界，生起了极大的欢喜，心身柔软，一切妄想执着尽皆消融。借助弥勒菩萨威神之力，善财亲眼目睹种种自在境界。善财见到弥勒菩萨过去无数劫的修行，以及在各界化身救度众生的情景，化身转轮圣王劝修十善，在地狱放光救度苦难，对各类众生广演佛法。善财又看见弥勒菩萨在过去无数劫中，为了求得佛法与救度众生，毫不犹豫地布施自己的头目脑髓、血肉手足，展现出无极的悲悯。楼阁中的宝铃演奏微妙法音，宝镜映现出清净与染污等无数世界，宝柱放出各色璀璨的光芒。四壁宝墙中映现出弥勒菩萨过去舍己救人的种种善行。善财听闻法音，得到无数法门。弥勒菩萨以8个譬喻说明这境界，如梦中见物，如海中现万象，如幻师作幻事，一切皆是由菩萨幻智与大愿力所显现。这时，弥勒菩萨收摄神力，走入楼阁，弹指出声，唤醒善财。善男子，起来吧，法的本性就是如此。这一切本质如幻如梦，根本不是真实成立的。善财听到弹指声，从三昧中醒来。你已享受了菩萨三昧的喜乐，得见了殊胜庄严宫殿，了解了如来的愿力。圣者，这个解脱门叫什么名字？这叫入三世，一切境界不忘，念至庄严藏，是一生补出菩萨才能获得的。这些庄严景象去了哪里？又从哪里来？回到他来的地方去吧，从菩萨的智慧神力中来，无来无去，也无住处。弥勒解释，这就好比龙王降雨，雨不从龙身出，却真实可见。这楼阁的庄严也是如此，凭借大愿力与幻智力所现。大圣，您从哪里来？什么又是菩萨的牲畜？弥勒回答：菩萨无来无去，为教化众生而来。菩萨有10种牲畜，以菩提心为家，以般若波罗蜜为母，方便善巧为父，生于如来家。我即将命中上升兜率天，待我愿力圆满，得菩提之时，你和文殊师利都将得见我。善男子，你现在应当前往文殊师利善知识那里，问他如何学习菩萨行，他将为你详细解说。弥勒告诉善财，文殊师利住于甚深智慧中，是他的善知识，一切成就皆是文殊师利威神之力所致，嘱咐他莫生疲厌。善财童子顶礼弥勒菩萨的双足，绕了无数圈，深切瞻仰，然后一一告别，继续踏上旅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切外在的华丽与境界，皆是心念与愿力所现，如梦如幻，不应执着。修行之路需要不断亲近善知识，精进不懈。若你
正在寻找光明，请记得，光从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的心中。下集我们将跟随善财童子，前往下一位善知识的指引之地。